今天我给大家挑选的是来自挪威北极鳕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北极象征着纯洁，而且挪威的海水的纯净度是非常的高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鳕鱼的纹理，还有它的颜色都是非常的棒。所以说，大家在去超市的时候，一定要挑鳕鱼的时候看它的纹理，还有它的纯净度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先把鳕鱼切成段条。首先，我们要拿刀，绝对不能用手撕啊，因为我们要把骨头剔出来，鱼刺剔出来。看到没有，我这么纯洁的、流利的手法，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习。其实平常大家可以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也可以尝试做一下这个鳕鱼，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，它包含了很多维生素啊，还有脂肪酸啊等等。对经常健身的或者注重健康的人群来说是非常的棒，而且多吃鱼，大脑会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把鱼已经切开了，现在我们要进行腌制的过程。这是料酒，我们撒在鱼上。经常做饭的人应该会心中有数，大概撒多少。完了，我们的黑胡椒，因为我山东人嘛，所以说口味会重一点，可能会多挤一些。然后我们再撒一些盐。当然，因为注重健康的人来说，可以在盐的方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。然后我们再撒一点淀粉，因为挪威北极鳕鱼它本身就是深海鱼，所以说它的肉非常的鲜美，所以说在腌制的过程当中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大概10分钟左右即可。好，下面我们先打鸡蛋。大概3个鸡蛋就可以。我自己平时就喜欢打鸡蛋，因为它挺锻炼身体的，和练中国功夫一样，不停的搅。因为今天教的大家都是一些比较有营养的菜系，就和我前面说的一样，多吃鱼对大脑的发育特别好，特别是小孩。好。下面我们开始，先裹鸡蛋液，然后我们裹上面粉，一定要把鱼所有的部位都要沾匀，因为这样它吃起来口感是会非常好。还有这一道，这是面包鞘，也一样，我们也要把它均匀的涂在鳕鱼身上，就和给它穿上衣服一样，看得也非常的美味。其实蒸着吃或者是怎么吃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加一点小的调料，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经常食用，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。其实我也非常享受做饭的过程，因为做好以后看着大家去吃，心情都非常好。这是所有做饭人的一种心态。好，我们前面的工序已经准备完毕，现在我们进行我们的炸制的过程。先热锅。然后我们要倒油，好，现在我们要热油，刚才是热锅，现在进入了热油的状态。好，现在我们的油已经好了，下面我们放我们的挪威北极鳕鱼。哇，哦，因为挪威北极鳕鱼它的肉非常的鲜嫩，所以说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，时间不需要很长时间。煲汤也是一样的，也不需要很长时间。好，我们现在关火，两面金黄，形势独家，挪威北极海域出锅，非常的棒。因为生活要有情调，所以说我会摆一些花草绿色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一贯的生活的作风态度。你可以随便摆，你可以摆什么都可以。我们的苦菊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圣女果，挪威北极鳕鱼放在这儿。你们学会以后，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、给自己的孩子、给自己的女朋友做这套香酥北极鳕鱼。朋友们，太好吃了！不跟你们说了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我先去吃了啊。
拜拜。极光、冰雪、童话，挪威之于人们的印象似乎永远蒙着一抹奇幻色彩。而对于那些渴望满足味蕾之欲的美食家，在这里却可以看到从未见过的自然与美味。在当地海产企业代表塔莎的陪同下，我们进入了当地的海产加工厂，亲身感受现代工艺的严谨。挪威冰冷、清澈、深邃的巴伦支海海域，赋予了挪威北极鳕鱼独特的品质。纯白的色泽，结实的肉质，鲜甜的口感，每一口都带着满满的生态力量与挪威人最纯粹的匠人之心。特别好吃哦！对了，莎莎，我还是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的这个职业的关系呢，我对于身材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控制和保持的。这个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的，因为鳕鱼呢，它是一个脂肪非常低，但是蛋白质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鱼，所以说呢，会让你很饱，但是一点都不会，绝对不会发胖的。我更多的考虑是，哎，我害怕只是单纯的吃一种鱼的话，会不会营养在方面比较单一了？这方面呢你也不用怕，因为呢这个150克的鳕鱼，就是看你们刚才吃的这一块，其实就已经够一个成年人一天需要omega-3的含量，营养价值非常高。精致的挪威人将海洋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，对待海洋如同生活一样仔细认真，食材的处理步骤明确，不同的部位有着不同的料理要求。哎，子琪，这个白花花的北极鳕鱼已经在我面前晃了很久了，我一定要先把它吃掉，特别想尝尝它是什么味道。好的，是你的。什么感觉？它的肉非常的多，而且很清淡，没有刺儿，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更适合老人和孩子一些。珍馐美味在唇齿间迸发的纯粹天然，正是挪威带给主人公此行的感受。这些赋予味蕾极致体验的海洋美食，让这满足的情绪才下舌尖，又上心头。静谧的小城，安谧的格调，挪威的一切都让人在呼吸间可以心安理得地慢下来，享受这世界带来的美好。感谢火锅吹大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因为吹大黄爱上中国菜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时尚生活方式，如果你想找到更好的优质生活用品，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悦享。人们食用牛肉的习惯最早来源于欧洲中世纪，猪肉及羊肉是平民百姓的食用肉，牛肉则是王公贵族们的高级肉品。作为永不淘汰的经典西餐，一块牛排足以满足肉食爱好者从味蕾到饱腹的所有需求。所以，一家好吃的牛排餐馆，就是将农场到餐桌的距离不断缩短，最后大快朵颐地咬上一口汁水饱满的牛肉，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。我叫潘黎斌，上海人，今年37岁，在厨房工作有21年。我的英文名叫 Albert， 以前在上海的米其林1星餐厅讲 George
在那里做行政副总厨，然后现在正式入驻牛排家，任这里的牛排家行政总厨。米其林评星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，里面有那个是口味的标准，因为它要达到一个平稳。如果一些米其林评星的一些美食家，他希望每次来的话吃到每一次的口味是一样的标准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，因为每天的人情绪工作都有不一样的，所以说对厨房工作压力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食物的灵性大多都是人类所给予的，人们创造着食物，改变着事物，最终成为追随者。而那些专一的追随者，在不同形态的厨房里讲述着他们的故事。因为我出生在上海，那个上海是因为比较前卫的一个城市，这30年前已经有西餐慢慢已经开始融入中国这市场。我工作21年嘛，那个时候其实正好是一个西餐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，那种 casual 比较放松的形式，然后那个 party 形式，还有西餐的干净程度，还有西方文化就是那种比较放松能聊天那种 open 的一些开放的一些性格，完全感染到我。应该说西餐是离不开牛排嘛。第一天进入厨房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牛排那个牛排，有20年吧。牛肉的每个部位肯定是有差别的，脂肪含量，包括它那个部位的运动，因为整个牛的话，它是有前腿后腿，它不停在运动嘛。那肌肉运动多和少都会影响它的脂肪含量的那个储存量。那脂肪含量多的话，就牛排相对而言那个花纹比较清楚漂亮，煎出来牛排相对来比较嫩一点。安格斯式牛排在全世界应该是4大牛排之一，有非常长的年份。然后也很多人慢慢去接受它了。现在基本上市场都有安格斯，它是澳洲的嘛。然后澳洲的话，我也去过当地去培训过，他们的空气质量，人烟稀少，然后所以说他们的牧场非常发达，草呢也是非常有机的，他们的食材各方面空气水质都非常干净，所以安格斯也是一个吃的时候也是一个安心的标准吧，我觉得。果木炙烤牛小排，这款牛小排的话，部位是在肩部还有那个背部之间的一段肉。这款牛肉的话，特色在于在一个牛身上只有4块，所以说物以稀为贵。用果木炙烤，就像一方面排酸之后。然后用那个烤箱的高温去烹饪，这款肉质感的话比较嫩，然后水比较丰富。在工作时候的话，我可能人家工作时间是打卡下班，但是可能我是无限的不停的在加班。在工作当中和厨房的所有的员工打成一片，然后所有的菜品要经过我的眼睛，我的调羹一直不离身，永远都是尝味道，达到自己一个标准评判标准之后，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给客人，我才可以上桌给客人。这就是为什么米其林餐厅的话，客数很少，然后吃得放心嘛。黑椒雪花牛排的话，它是和三角牛排是一块肉，只是这块肉的话，肥度是要比牛小排那个肥度、那个脂肪和含量和花纹更加漂亮，就雪花牛排嘛。所以说看上去那个雪花非常纹路非常漂亮，然后那个它的脂肪含量高之后呢，吃上去更加香。那汁水呢，可能没有牛小排那么丰富汁水，但吃上去口感更加香。好的厨师可以转换食物的呈现方式，让客人享用到食物最完美的状态，不管他的年龄，不管他的阅历，这就是来自厨师的一种偏执。有这样一道菜，时刻赋予它各种神奇的色彩，大厨们发挥了自己的无限想象力，变换出了多种馅料，它就是赫赫有名的惠灵顿牛排。惠灵顿历史悠久，
它是在那个拿破仑那个战争时期有个伯爵，他的名字就是可能前面音很长，然后你后面叫了个惠灵顿。然后呢，这个有一个厨师，就是可能他特别喜欢吃用酥皮包的，他也挺有创意的，碰到一个厨师，然后用惠灵顿去烹制一个鱼或者烹制牛肉。哎，他这个伯爵特别喜欢这款东西，慢慢变成一道菜，然后演变到现在之后呢，里面现在慢慢有牛肉啊，很多鱼啊，包括一些用惠灵顿包裹的三文鱼啊，一些烤鱼啊。其实它不是局限于只是牛肉，那惠灵顿有很多种烹饪方式。惠灵顿牛排是咱家的招牌嘛，大家也看到是在我们餐厅外面展示的。那我们惠灵顿牛排的确确也因为好先生啊、孙红雷这个拍个电视剧，把这个惠灵顿的这些东西一下子拍红了。当然这个东西只是电视剧嘛，产品质量还是最主要的。那我们家的惠灵顿的话，是选用了一个安格斯的牛柳，品质保证。你可以看到它的花纹几乎也是像刚才我说的 M3级别以上。然后我们里面加了很多元素，里面有一些果仁，用那个波多黎各菌，它是一个波多黎各的蘑菇，但中国现在也有。然后它这个蘑菇的特点是奶香味特别足。然后我们把那个波多黎各菌蘑菇呢切成末之后炒碎炒干，非常干，然后放在惠灵顿里面起香味。里面有果仁，有蘑菇碎，有帕尔玛火腿，有百里香，有黑胡椒，有芥末。所以说这所有东西一些特有的香味包在惠灵顿里面，增加肉的口感和丰富感。所以说我们这款牛排有点复合味。然后烤的时候把酥皮烤制的时候呢，外面起酥，把里面的惠灵顿牛排慢慢烹饪成熟。起酥的时候呢，当酥皮和一些牛肉复合味的东西一起吃的话，感觉会非常嫩滑。我们每个牛肉进熟成室的时候都会有日期，这样的话呢更加好控制时间，让牛肉达到28天才能用。熟成室的话，应该是在温度是在1到6度，每一层的温度是不一样。然后所以说我们厨师会用心去排放，出品的是用的牛肉都是28天以上，湿式熟成，然后经过28天以后才能拿出来用。当它煎的时候呢，因为受热，外面是容易起壳，特别能锁住水分。其实在那个澳洲，它杀牛开牛基本上已经有第一次排酸了，在排酸室里再放松一次，相对来说口感会更加嫩。牛排经过细致的存放和料理，会呈现出一种意外之味。传统烹调的方法结合时尚元素，你会看到厨师的用心以及对食材的了解。精选的牛肉呈现给客人，但是呢，经常会发现很多那个牛肉的边角或者一些好的牛肉，浪费食材的话是对厨师最大的一个损失吧。我觉得所有的食材对厨师来说都是宝贝，那我就要利用这些宝贝去制作一款菜。自己在制作这个汤品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用这些边角或者一些好的食材，那个牛肉一些特别好的牛肉搅成末，然后边炒香，然后放入鸡汤啊，放入很多蔬菜，然后把这个牛肉吊8个小时，然后用慢火炖8个小时之后，那个牛肉汤会很干净。当最后一个牛排上来之前，吃到这个一款清汤的话，会很舒服。而且我里面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想法就是中西结合，我用了中式馄饨，里面一些蘑菇馅料，里面也有一些牛肉末，精炒的牛肉末拌在一起，里面放了一些绍兴酒，让人家吃上去感觉哇。一个酒香、牛肉味道和蘑菇相结合，碰到一股清汤，慢慢暖胃，是我觉得这款汤是非常有特色。因为牛肉它有很多不同的吃法。那生牛肉片是一个意大利非常一个传统的菜，我们是一个餐厅的理念是万国料理。那我觉得每个国家的一些特别有特点的食材或者一个菜品，我觉得都可以纳入牛排家，去让我去研发或者去创作。那这款肉也是用一些牛肉的里脊肉，
然后我们用急速冷冻的方式，让牛肉尽快速冻，然后用刨片机，现代的刨片机刨成片，摆盘点缀，然后里面放一些时令的蔬菜，一些生菜。最关键这个菜的亮点就在于是黑松露酱。黑松露酱是法国菜里面，最好的食材3大样，一个是鸭肝，一个鱼子酱，还有就是黑松露。黑松露感觉像在法国人那个心目当中像黄金一样。所以说这款东西亮点在于是意大利式方式的那个牛肉的摆盘方式，一个传统的一个菜，点缀是法国的黑松露酱。那相结合的话，口感一方面是冷菜嘛，生牛肉片爽口，但是黑松露的话很让人家吃到这个黑松露感觉哇，有一些惊艳的地方。其实每一个好，特别是好的厨师的话，他跟那个食物去烹饪的时候，时间长了，他经常去烹饪，他可能跟食物是有一个像恋人一样，会感觉他跟你会在说话，他会跟你说怎么去烹饪这个食材，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。掩藏在这个城市里的美味会很快散播开来，并不是因为贵重的食材，也不在于复杂的工序，而是它无声无息地掠夺了人们的心。这是在很多个山珍海味的记忆中所跳脱出来的新鲜感，使我们终于有一天是因为馋和想念所去满足的饱腹欲望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时尚生活方式，如果你想找到更好的优质生活用品，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悦享。传承最地道的美味，还原最本真的味道，分享最美妙的美食，认真对待每一份菜品，享受美食带来的欢愉。它就是来自万达索菲特大酒店曲宴中餐厅张海港。本栏目由东谷酱油特约播映。感谢美食节 APP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。今天呢，咱们选用这个渤海湾的大明虾，因为这个虾呢，这个皮儿特别薄，肉质非常这个肥美。咱们用它呢做一个2翅大虾，头呢咱们给它做这个油焖的，尾呢咱们做一个炸虾排。东谷调味提醒您，小雪节气气温下降，到了御寒保暖的季节，鲜虾具有超高的食疗价值，适宜在寒冷的冬季食用。美食节让厨房变可爱，让吃饭变简单。先处理，把须子给它剪掉。咱们要去沙包，把这个虾脑袋上有一个沙包，给它挑出来，要不然它会影响咱们这个口感。下边呢，虾背开背，把这个虾线挑出来。头呢，一会儿咱们做油焖的。这个虾尾呢，咱们给它把皮儿剥了，给它从腹部开刀，片开，拿刀尖呢斩一下里边的筋，要不然一会儿一炸呢，它都缩起来了。这个虾呢，咱们收拾好了，咱先把这个虾头呢给它烧上，点火，虾油少许，这个超市里边就有卖的这虾油。咱们把姜片下在锅里边，先把姜片煸出香味来。下边咱们把这虾头下锅煸一下，给它。轻轻地拍一下这虾头，虾头里边有这个虾油。好，下边咱们加入料酒少许，加入汤。好，下边咱们调味，盐少许，白糖。下边咱们加盖儿，大概需要
5、6分钟就可以了。下一步呢，咱们把这个虾尾给它处理一下，来一点盐，料酒呢稍微点一点儿，好，给它抓均。蛋清少许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稍微的来一点粉子，玉米淀粉，给这个虾肉啊，给它保护一下这个。腌好之后呢，咱把这虾呀给它铺平。这个虾胶呢，这是我提前做出来的这个。咱们这虾肉加一点肥肉丁，给它剁碎了。剁碎了之后呢，完了这个加一点盐味就可以了。下一步呢，咱们把这个杏仁儿可以了。下一步呢，咱们就点火做油，给它炸制，把油呢烧到3成就可以了。好，咱们把虾排给它下锅，这油温不要高，油温高了，外边炸糊了，里边炸不透。给它炸成金黄色就行了。对。好。啊，这个大火给它收下汁儿就可以了。好，咱们稍微的点上一点芡，薄芡。好，咱们关火，装盘儿。好，再少许的汁儿浇在虾头上就可以了。咱们这个1虾2吃，虾头呢，咱们给它油焖香甜口。咱们这炸虾排的基础上，咱又给丰富了一下花样，又来一点这个大杏仁片儿。这道2吃渤海大明虾，咱们做好了。鲜香美味的渤海2只大虾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冬菇调味提醒您，使用冬菇一品鲜，让鲜美滋味萦绕在心间。美食节让厨房变可爱，让吃饭变简单。感谢国锅吹蛋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因为吹蛋黄爱上中国菜。